好，接下来我们持续关心在这个东南亚国家泰检的这个战火，其实零星的战火仍然在持续当中。不过这一回中国大陆持续的在这当中做调停，是为了要铲除电诈吗？这是第一个。接下来也会来关心到的是，还联手了泰缅指导妙瓦底，夷平了494栋的建筑诈骗末日终于到来了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来做关心。好，赶快来看到这个泰检，其实呢，零星的战火到现在还是持续的发生当中。最荒谬的是，还被拍到说有柬埔寨士兵呢，在前线竟然还一边直播卖货，卖他的防晒油。那金边当局已经宣布了，这个泰检双方啊，在边境检查站已经展开为期4天的会谈，主要就是因为有中国大陆在这当中做一个斡旋。不过呢，现在看起来战火好像慢慢的要趋缓之际，竟然是有一个爆炸性的消息。我们赶快来看到，一般来说参与诈骗的可能都是一些比较穷啊或者弱势的人会参与在这个当中，但是我们来看到这一次的成员不一样了，他竟然是南韩企业千金黄荷娜，现在被爆出来是在柬埔寨的机场被逮捕了，原因是因为他在电诈园区里面竟然涉及到里面的电诈园区的操作，还有他当作是性交易的一个中介人物，所以可以看起来说这好像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边境冲突而已。我们现在来看到柬埔寨的诈骗的整体规模越来越庞大了，到现在有53个电诈园区啊，它的范围从我们一开始聊的这个泰检边境，一直到金边、西哈努克、泰越边境，一直到泰辽边境，全部都持续的扩大当中。怎么回事？现在是连这个南韩的财阀千金也涉及在这当中，黑色利益到底有多庞大？上这个怎么看？首先讲这新闻冒出来这个黄荷娜，那么如果在熟悉韩流的这个影视新闻的人，其实都对她是蛮熟悉的哦，因为她就是我们想象中的，她不是明星。但他就是经常和娱乐圈在一起的那种富豪名媛，富豪加豪门的名媛哈，他长得也是有点漂亮，然后年轻嘛哈。他当时因为主要传说跟韩国当中的当时的一个很红的明星叫朴有天，很帅的一个帅哥了哈。他们又论及婚嫁，所以一个帅得要命的而且很红当红的男明星，跟他这个作为南洋乳业的有钱的外孙女，其实确实是那个郎才女貌。但是后来麻烦的部分是，这个黄荷娜就拉着这个朴有天一起吸毒，所以后来2个人被整个一大坨人吸毒了，所以他们就被判了1年，是在2019年。所以2019年之后，就黄荷娜就臭掉了名声。2020年还继续吸毒，而且被判刑。所以呢，他在这个地方上上下下已经就是名声很臭，就是吸毒女。但是他在2023年又因为安非他命之后，他就逃走了，在当时逃了2年哦，他是逃到泰国之后，从泰国非法进到柬埔寨，所以他这次是在金边的机场，不知道他到哪里，他当然不可能回韩国，他因为已经被通缉了。而且他又因为刚刚讲从泰国到柬埔寨这个非法的入境，所以他才会被国际刑警用红色通缉令，等于是非常严重的。在机场身份一暴露，马上就把他抓起来。所以当然也在这个时间点当中，就因为这个女生的韩国蛮有知名度的争议女星的这个身份，所以现在延伸出，因为这2年他躲在柬埔寨干嘛？就传出他就在金边的这个诈园区，然后很多，当然现在说他这个性交易啊，说他怎么又在操作这个所谓这个诈骗，我认为其实不见得，很多网络上韩国都很多乱说一通，但他的这个身份，他确实躲在金边，确实现在初步说是他就躲在这个诈骗集团区里头，因为才能隐瞒他的身份，所以这就使得现在大家从原先泰检的这个部分的战争当中延伸开来。当我们知道在这次泰检当中，待会2位将军会分别提到了后面其实中国介入的这个整个过程，中国还是要停火了哈，因为对中国还是卷入他们武器的关系。但不得不说，这一次的部分泰检战争，因为大家才突然发现，柬埔寨早年10几年来配合中国在打仗，状似是模范生，可是现在事实看起来并没有。而且我们现在看到美国查的这个陈志，跟台湾也都这个集团，陈志就是跟洪森家族紧扣非常深的。对，所以现在到底这个泰国的这个诈骗集团，是不是一如过去在缅甸一样，就跟最高层的关系，甚至跟洪森家族有关？虽然还没有这
这么直率的披露，但是各方显示大概都是有关系。所以当大家看黄河难，这个富豪女也可以安然的躲在诈骗集团那里，直到这次在机场被抓到。所以呢，富豪们或诈骗集团们始终还是在柬埔寨的温床之下继续成长。我想现在大家怀疑越来越多了，也在这次的泰柬的这个战争当中，大家看起来泰国配合中国打诈，可是柬埔寨看起来好像里外并不见得真正的配合。是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本来很单纯的泰柬边境的战争，现在也涉及到打诈。那泰国说是配合中国大陆，但是现在看起来呢，能够打诈还有打这个柬埔寨的能力还是非常有限的。现在说能够打到的也只有达到泰柬的边境这边，越南跟辽国这边的诈骗园区，他们其实是碰不到的，也不敢碰，因为这当中还是有涉及到非常多的富豪跟权贵的利益。那倒是中国大陆这次出手了，公安部直接找了这个缅甸跟泰国在缅甸的妙瓦底展开一个全面的清剿，有哪一些成绩单来看到这个画面上？包括第一个 ，KK 园区494栋的建筑全部铲平，亚太新城也铲除了952名中国籍电诈犯，直接就押回中国大陆去了。今年累计7600多人也被送回中国，连地皮都不会帮他留下来了。中国大陆此刻出手泰柬冲突，目的真的是为了打诈吗？那北京有办法真的吗？逼洪森家族跟电诈黑金产业做出一个完全的切割吗？张将军怎么解读？我认为这个边境冲突变成打诈冲突了。我认为是要以打诈作为出兵用兵的合法性，战争的合法性，那就是要拿这个轰炸的合法性。你可能打到那个老百姓啊，但是问题是我是来打诈。如果真正的泰国要真正的打诈，他应该往西边打缅甸啊，缅甸 KK 园区那些诈骗集团才多嘞，他为什么是打柬埔寨？我认为边境冲突，他为了这个合法性，他为了轰炸的理由，他就说那个就是诈骗集团，让这个柬埔寨啊没有办法来说。我们确实也有诈骗集团，但是诈骗集团那不是要靠真正的轰炸机来炸吗？我认为倒不是，是执法的问题，而不是战争的问题。所以这个泰国为了转移的焦点、转移目标，他就为这方面的理由。我认为要打诈没那么简单。第一个，现在诈骗集团是官商勾结。那为什么打诈的时候，为什么没有炸到这些诈骗集团的首脑？早就通报进去了，要来打了，要来打，那就是闻风而逃，闻风而散了，化整为零，先跑了。是这样子啦。因为官商勾结，你没办法打诈，打诈层出不穷的。为什么？大家坐地分赃，对不对？你拿一半，那个政府拿，官员拿一半，每一个人大家荷包满满的，看到钱这个花溜溜的钱钞票，谁不喜欢？所以官商勾结是没有办法的。你真的要打诈，他会化整为零，转移阵地啊，对不对？你像现在中国大陆把那 KK 园区给炸了，轰掉了。你说那个打诈炸了，诈骗集团人有损失惨重吗？早就跑了，人去楼空了，炸了只是一个硬体的空壳子而已。感觉到好像打诈辉煌，人真的是人，不是建筑。因为人才会诈骗，你那个房子会诈骗吗？那不会嘛，房子它就是房子嘛，那人早就跑掉了，你炸个空壳子，然后感觉到好像有招待可以做宣传。你看我打诈了，人这个楼都整个化为废墟了，被人夷为平地了，不是？早就通风报信，早鸟兽散了，早就打带跑，就是这样转移阵地了。现在我认为这个电诈型的它为什么叫电诈？跨国电诈，它可以跨境的，它今天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在甲地，明天的话可以跑到乙地去了。它是整个的，它是流动性的，不是固定性的。你流动性的，它这种打带跑，你要真正的要去抓它，还没那么简单呢。所以为什么好像这个电诈为什么在嚣张？大家都政府好像很努力，但是问题是事倍功半，好像效果有限啊。因为它打带跑，你以为电诈那么的笨吗？早就消息灵通。我认为他搞这比政府的消息还灵通，早就跑掉了。那这样的话，能不能斩草除根？我认为没办法斩草除根。他转移阵地之后，又这个固态复明，又开始电诈了，只是另起炉灶，转移焦点了而已。所以我认为没有办法根除。是，那将军又怎么看呢？我们看到整个东南亚可以说这个黑跟毒还有赌等于乱成一团。那中间来讲，难道只有这些非法的分子吗？我觉得很多这个包括柬埔寨、包括缅甸的官员，甚至于敏昂莱或者是洪森都很难逃脱出这方面的指控了那我们现在看到几个地名，包括到妙瓦底KK 园区这边亚太新城，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可能大家时间久有点忘记了，缅北地区也是一个诈骗集团。所以你看到整个缅甸这个柬埔寨几乎都是诈骗集团的这种乐园在这个地方。那这次我觉得中国出手这一次事情哈，那除了说是表面上面他放手让泰国去攻击这个缅甸攻击柬埔寨，去轰炸他的所有诈骗园区之外，我觉得这个中国来讲的话，也利用这次机会，要彻底将东南亚地区做一个整顿，将他们从所谓的诈骗还有贩毒的地区来讲，整顿成一个可以治理的一个地区哈。所以这次我们大家不要忘了，当初泰国对这个柬埔寨发动攻击之前，有一件事情可能大家忽略了，就是太皇到中国去访问。为什么太皇到中国去访问？访问完之后，泰国就开始出兵打。我觉得泰国是跟中国打招呼了。有一句话叫做"打狗还看主人面"嘛，对不对？跟你主人先打个招呼，他出手打这个柬埔寨。因为泰国因为这个诈骗集团对他自己本身的观光旅游业也造成很大影响。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国，你看他从北边开始哈，这个缅北集团他用的是地方武力，将这个缅北4大家族铲平掉。然后对于缅甸地区来讲的话，当然用外交能力，然后逼着敏昂来自己去把它灭掉，这是很明显的哦。你说是表面动作还是怎么样？但最起码他已经做物理上的清除了，已经做外科手术式的割除了。然后对于这个柬埔寨来讲的话，他借着泰国叫泰国以这个肃清以这个边界冲突的理由哈，事实上就实行这个攻击诈骗园区为实的一个攻击手段。当然，我觉得中国有它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它必须逼着这个不管是柬埔寨的这种洪森，或者是这个缅甸的敏昂莱，必须要好好的将这次诈骗集团做一个肃清，因为我们知道这整个诈骗集团它已经形成一个产业链哈，形成一个供应链，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也不是一个诈骗集团的问题。我们看到电话可能在这诈骗园区打出来，这个诈骗电话可能由诈骗园区打出来，但是它的伺服器可能是在另外第3个国家哈，包括美国的星链也参与其中，网络链是星链计划，但它的金融体系可能是用泰国的银行，旅游业是从泰国进出的，人员这些人员进出是从泰国进出的，但是有一个共同的就是受害的都是中国人，所以我觉得中国来讲，他之所以受害，他必须利用这次的机会哈，彻底的。好好的将东南亚这些诈骗园区，甚至于这个贩毒的集团，好好做一个清理，然后将来中国自己才不会说是被这些国家人民受到这些荼毒，受到他们的迫害，然后将自己辛苦的积蓄的钱都被诈骗集团骗光了。好，谢谢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